歡迎收看2025年度影像手機頒獎特別節目。每年元旦前夕，我們 ZPH 都會推出這麼一檔特別節目，用來回顧這一整年在我們節目中出現的手機，並且給他們做一次整體的評選。大家一起看看你們心目中的手機有沒有上榜。這也是我們連續做的第5屆頒獎節目了。當然了，能上榜的手機肯定是在這一年裡在我們節目中出現過的手機，沒有出現過的手機呢，就很遺憾不能參與本次評選了。而且今年的頒獎節目還跟以往不同，今年的節目分上下集，下集是照片纯享節目。在往年頒獎節目的最後呢，都是我这一年用手機瞎拍的照片啊，我拍的不好，拋磚引玉，为了就是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現在也確實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在視頻回復裡上傳他們拍攝的照片。那這一整年我們收到了上萬張啊，可能都有小10萬張的照片投稿，我們精選出來呢也有1000多張。那如果把這些照片都放在節目的結尾呢，時間太長了，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下集。再次感謝給我們節目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尤其是加關注，這是讓我們這檔節目繼續更新下去的動力。我們 ZPH 也會在2026年繼續優化我們的節目，努力讓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那下面先回顧一下上一屆的獲獎名單吧。那今年我們都設立了哪些獎項呢？那下面就進入頒獎環節啊。首先要頒發出的是年度最佳主攝手機獎。主攝這麼重要的鏡頭是每一個手機廠商都想做好，都非常重視的。但就是這樣呢，每台手機的主攝還是呈現出了不同的個性。那麼去年獲得最佳主攝手機獎的是華為的 Mate 系列。那到了今年的 Mate 80 Pro Max， 它的主攝依舊非常強悍啊。不過今年呢，還有一台手機比它做得更好。那這台手机的主攝呢，無論是默認設置下還是高清模式下，它的解析力都非常的好。最棒的是高清模式下，它的拍攝體驗跟默認模式幾乎一樣啊，成片速度非常快，按下快门就可以成像。而且在高清模式下，它的解析力也是最好的那一檔。这台手機就是 OPPO Find X8 Ultra。那麼最終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主攝手機獎呢，就是 OPPO Find X8 Ultra， 恭喜 OPPO。那麼下一個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超廣角手機獎。我經常聽有人說超廣角鏡頭沒什麼用啊，誰用超廣角鏡頭拍攝呀？聽到這樣的話的時候，我只能說我們 ZPH 還是任重而道遠啊。我們節目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但凡真的關注攝影本身的人和真的去拿着設備去拍攝的人，他肯定說不出這樣的話。因為超廣角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鏡頭，是一顆非常重要的鏡頭，是可以拍出震撼場景的鏡頭。廠家也越來越重視超廣角鏡頭。不過今年最佳超廣角鏡頭獎好像沒有什麼懸念啊，因為有一台手機的超廣角是斷崖式的領先其他所有的手機。那麼這台手機呢，就是 vivo 的 X200 Ultra。它的這顆超廣角是跟主攝的底同樣大的，而且在任何環境下、任何極限環境下都可以拍出跟主攝觀感相近的照片。那麼這點呢，也是其他手機做不到的，所以沒有懸念。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超廣角手機獎的就是 vivo X200 Ultra， 恭喜 vivo。下一個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中焦手機獎。現在單獨配優秀的中焦鏡頭的手機是越來越少了。2倍的光學鏡頭已經是销聲匿跡了，很多廠家都是給手機配上一個3倍以上的等效75毫米以上的長焦鏡頭了。不過還是有廠家願意給手機配一個優秀的中焦鏡頭的啊，比如說小米跟 OPPO， 其中 OPPO Find S8 Ultra 上的大底3倍中焦鏡頭給我留下的印象還是比較深刻的。白天的成像素質不用擔心，到了暗光的情況下，它的成像質量依舊是有保證的。所以我們認為 OPPO 是有資格獲得這個獎的。那麼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中焦手機獎的就是 OPPO Find X8 Ultra， 恭喜 OPPO。下一個要頒發出的獎項是年度最佳長焦手機獎。很多人都非常喜歡長焦鏡頭啊，覺得長焦鏡頭是最容易出片的鏡頭。不過這點呢，我個人倒有不同意見啊。因為在我們視頻回復裡，很多人都上傳他拍攝的照片嘛，很多照片也都是長焦鏡頭拍的。主體倒是清晰了，但是构圖非常的擁擠，看着很難受。虽然說做減法很難啊，長焦鏡頭確實可以幫你做減法，但是不要以為好的器材就能拍出好的照片，多練多拍，打開視角才是王道。
2025年有2台手机的成交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是華為的 Mate 80 Pro Max， 還有一個就是 OPPO Find X8 Ultra。華為 Mate 80 Pro Max 它的成交呢是在超長的數碼變焦焦段之後，通過數碼計算也好，通過 AI 也好，它可以生成觀感非常不錯的照片。那麼 OPPO Find X8 Ultra 呢，它的6倍長焦鏡頭是在高清模式下的解析力非常的好，而且成片速度非常的快，跟默認模式在拍攝的時候没有任何體驗的区別啊，所以這一點呢也是非常難得的。他们俩正好是2個方向啊，一個是通過數碼計算，一個是靠優秀的光學素質。不過這2個方向啊，最終肯定會殊途同歸的。那麼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長焦手機獎的就是2台手機，華為的 Mate 80 Pro Max 和 OPPO Find X8 Ultra， 恭喜華為和 OPPO。下面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微距手機獎。記得夏天的時候，我跟孟導一塊做年度網友投稿照片點評節目的時候，孟導說過一句話：要在已知的領域重新發現，沙粒放大萬倍也是山河。我相信喜歡微距拍攝的朋友对这句話都深有感觸，這就是微距攝影的魅力。那今年獲得最佳微距獎呢，好像也沒有什麼懸念啊，就是華為這個品牌，它有2台手機拍攝微距都是非常不錯的，一個就是 Mate 80 Pro Max 和之前推出的 Pure 80 Pro Plus 啊，並不是 Pure 80 Ultra。那介於 Pure 80 Pro Plus 推出的時間更早，所以我覺得它更適合這個獎項。那麼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微距手機獎的就是華為 Pure 80 Pro Plus， 恭喜華為。下面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前攝手機獎。今年旗艦手機的前攝啊都非常不錯啊，很難從他們中選出一個更好的，他们的水平確實都非常高。但是有一台手機啊，它另闢蹊徑，它能用後攝當前攝，這是因為它有背屏。只要你把手機反過來用背屏取景，那麼後攝的主攝、超廣角、長焦都可以當前攝用。那這台手機呢，就是小米17 Pro Max。你想想，拿後攝的主攝當前攝拍，那效果能差得了嗎？但是其他手機前攝能比得了的嗎？當然了，這台手機它的前攝本身拍照效果也不錯啊。那麼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前攝手機獎的就是小米17 Pro Max（括弧背屏加持）。下一個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人像手機。我們節目的觀眾啊，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有了一定的城府，有了自己的伴侶，甚至有了孩子。那最次呢，也是有寵物的。他們有固定聚會的朋友，所以他們對人像拍攝的需求呢，還是挺高的。而且這些朋友呢，在視頻回復裡邊從來不瞎扯，就是上傳他們拍攝的優秀作品，其中很多都是人像照片或者是人文照片。不過由於肖像權的問題呢，我在視頻置頂回復中也說了，所有肖像權風險的照片呢，我都無法選用啊，所以在這裡呢也說聲抱歉。往年這個獎項都是被 vivo 包攬的，因為 vivo 在拍攝人像方面確實非常厲害。今年他在拍攝人像方面的造詣啊，也是非常了得的。那不過今年這個獎項有沒有意外呢？還真有，因為今年出現了一台手機，這台手機它的人像拍攝是非常厲害的，甚至包括了夜景的長焦人像。它在某一個測試環境下，人像照片的效果居然超過了 vivo。當然並不是說這台手機所有環境下的人像效果都比 vivo 強，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一家獨大並不是好事啊。那麼剛才說的這台手機呢，就是榮耀 Magic 8 Pro， 它的人像效果確實非常好，所以我認為能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人像手機獎的就是榮耀 Magic 8 Pro， 恭喜榮耀。下一個要頒發的獎項是年度最佳直出寬容度獎。之前我說過，希望以後不會再有這個獎項了，因為現在的旗艦手機在這方面做的都非常好。如果以後再也評不出這個獎項了，就說明手機影像在整體的進步。不過沒有想到的是，今年還有高手。之前我們節目做過手機的弱格式跟直出 JPG 的對比，無論是小米還是蘋果，它的弱格式跟直出 JPG 比呢，在後期能力方面沒有什麼區別。那是因為手機多幀合成的技術，它能在直出的情況下，拿起就拍的情況下，拍出亮部跟暗部細節都非常豐富的直出 JPG 照片。
那麼這點呢，跟單幀成像設備的相機和無人机是不一樣的啊。今年有一台手机，它在各种色彩模式下、各种大光比的场景下，无論是主摄和超广角，表现出来的直出扩张度都是非常穩定的，而且在后期能力都是非常强的。那麼這點呢，是其他手機沒有做到的。那這台手機呢，就是榮耀 Magic 8 Pro。現在很多旗艦手機換了一種色彩模式之後，在大光比環境下，它的亮部或者暗部細節就會缺失了啊，就會喪失一定的在後期能力。虽然說這種色彩模式就是廠家讓你直接用的，它的成片效果是非常好的，不需要在後期了。但是榮耀 Magic 8 Pro 還是給了用戶更多的選擇，所以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直出擴張度手機獎的就是榮耀 Magic 8 Pro， 恭喜榮耀！下一個要頒發出來的獎項是年度最佳夜景手機獎。夜景拍攝的好壞是最能體現出手機軟硬件配合的。很多極限场景呢，全都是夜景的场景，比白天扩张度场景要难得多。很多朋友也非常看重夜景拍攝能力啊，并不是因为他是夜猫子，而是因为只有到了晚上，时间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才有时间出来玩耍，才有时间跟朋友们出来聚会。他們能留住的美好瞬間，全都是在晚上。之前這個獎項也都是被 vivo 給包攬了。那麼今年有沒有什麼意外呢？還真沒有，還是 vivo 的手機。但是你們能猜出是哪台手機嗎？其實要說極限的細節呈現能力呢，還得是 X300 Pro 啊。但是有一點在測試節目中我也說了，就是它成片的亮度實在是太高了，夜景拍得太亮了。其實在保留細節的同時，能把亮度調低一些，這才是最好的。那夜景的照片呢，還是要有夜景的氛圍。不過呢，能獲得這個獎項的手機啊，是 vivo 的 X200 Ultra。因為它有一顆非常好的超廣角鏡頭，它在極限環境下，就是在夜景的極限環境下，也能拍出跟主攝觀感近似的照片。也就是說，這台手機可以從超廣角焦段一直到中長焦焦段拍出來的照片觀感都是非常一致的啊，包括夜景的極限場景。那麼憑借着主攝跟超廣角雙重優秀的夜景表現，那麼獲得我們頒發的2025年度最佳夜景手機獎的就是 vivo X200 Ultra， 恭喜 vivo！ 下一個要頒發的是年度最佳錄像手機獎。那麼很多人都會認為這個獎肯定是 iPhone 了，其實並不是這樣啊。雖然說 iPhone 有很多的專業格式是其他手機沒有的，但是這些專業格式呢，其實跟更多的廣大用戶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你用這些格式錄製呢，首先它是要外接穩定設備的，它防抖不能打開，而且你必須外接硬盤才可以用這些格式去錄製。那麼我們的測試呢，還是以默認設置為主，而且 iPhone 在默認設置下，它的表現甚至不如一些其他的旗艦手機啊，這就是讓我不能把最佳錄像手機獎頒給 iPhone 的原因。然而其他的旗艦手機目前錄像做的都是非常不錯的，很難分出一個更好的。所以今年這個最佳錄像獎跟往年一樣呢，還是不頒獎了。不過往年還是有提名的，那今年連提名都沒有啊。當然了，這點是跟我們錄像測試並不完善有關啊，不要外傳啊，不要外傳。OK， 所有單項獎都頒完了，那後面就是整體的大獎了，有3個整體的大獎。分別是年度推薦大獎、年度均衡手機大獎，以及最終的大獎就是年度影像手機大獎。那麼我們先頒發出第一個獎項，就是年度推薦手機獎。這個獎項呢，是頒發給在這一年中我們測試的手機裡哪些能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那這個手機它必須非常好用啊，不能有明顯的短板。那麼在這一年中呢，有2台手機給我留下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個是榮耀 Magic 8 Pro， 一個是小米的15 Ultra。沒錯啊，並不是小米的17 Ultra， 因為這台手機的發布時間不太好，上我們的節目呢肯定要到2026年了。這次頒獎呢，只能是2025年出現在我們節目中的手機。榮耀 Magic 8 Pro 這台手機從一上手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它的軟硬件配合度就是非常高的啊，完成度非常好。包括後期跟其他手機對比，它的表現也是非常優秀的。主攝跟超廣角都不用說了，它的人像表現非常好，非常優秀的直出擴張度表現，夜景也是非常好的，錄像沒有問題，而且它的長焦也是它的加分項，還有它的防抖非常好，操作也是非常好的。這台手機整體用下來是得心應手的。
有人說榮耀今年的進步是挺大的，其實榮耀在往年的頒獎節目中呢，每年都能拿走1、2個單項獎啊，不過今年它能獲得後面的3項大獎中的其中之一，說明它確實是有進步啊。那小米15 Ultra 這台手機，它的體驗是非常暢快的，它繼承了小米12S Ultra 發布以來歷代產品的優點，也解決了上一代產品3倍鏡頭解析力不足的問題。2種大色彩模式特點鮮明，而且在我们的各項測試中，就是我們節目會分很多項測試嘛，它的每一項表現都是名列前茅的，再加上它酣暢淋漓的使用體驗，很難不讓这台手機獲得年度推薦大獎。那麼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推薦影像手機大獎的就是榮耀 Magic 8 Pro 和小米15 Ultra， 恭喜榮耀和小米。下一個要頒發出的獎項是年度均衡影像手機大獎，能獲得這個獎項的手機，它各個方面都必須非常強，沒有明顯的短板已經不行了啊，它必須沒有短板。也就是說，它在各個測試環節中可以不拿第一，但是每一個環節都必須非常強悍。能做到這一點呢，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那麼大家心目中覺得哪台手機能獲得這個獎項呢？那不賣關子啊，能獲得這個獎項的手機是 vivo 的 X300 Pro。那麼這台手機從我們到手的時候，它還是工程版固件，一直到後期跟其他手機進行對比的时候，它的表現都是非常搶眼的。主攝、超广角、长焦3顆鏡頭的解析力都是屬於第一梯隊的，而且它的操作體驗也非常好。它還有專門的人文攝影相機模式，這個模式是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用的。優秀的人像表現、優秀的前攝表現、優秀的微距表現、優秀的直出光度表現和強悍的夜景能力，還有穩定的錄像效果，這些都堪稱影像手機的標杆。所以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均衡影像手機大獎的就是 vivo X300 Pro， 恭喜 vivo！ 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啊，馬上就要頒發出最終大獎了，年度影像手機大獎。回顧前幾屆的頒獎節目，獲得最終大獎的有三星、有蘋果、有索尼、有小米、有 vivo 啊。那麼今年你們覺得誰有資格獲得最終大獎呢？好像今年是最沒有懸念的一次啊。可能前面在頒發最均衡影像手機大獎的時候，就有人提到過這台手機。那麼獲得我們最終大獎年度影像手機大獎的是 vivo X200 Ultra。這台手機獲獎有爭議嗎？它的35毫米人文主攝讓有攝影經驗的人上手非常的舒服啊，而且是越有經驗的人越舒服。有手機以來最強大的超廣角鏡頭，可以讓這台手機從超廣角一直到中長焦都拍出觀感一致的照片，而且包括極限場景下都有一致的觀感表現。那麼這點是其他手機做不到的。表現穩定、解析力優秀的長焦也是它的杀手鐧之一。那至於其他分項的測試，比如說人像啊、微距啊、前攝啊、夜景啊、錄像啊、直出光度這些，在前面的節目中大家也看到了，它的表現是非常優秀的。那麼以這台手機的綜合實力，確實很難不讓它獲得今年的最終大獎。只是有一點我覺得不好啊，就是因為去年獲得最終大獎的就是 vivo， 這是我們頒獎節目創立以來頭一回有一個品牌能蟬聯這個獎項。那從這點上來說，對於手機影像的發展，對於手機影像的進步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兒。那麼希望2026年其他的手機廠家可要加油啊！那不管怎麼說，獲得我們 ZPH 頒發的2025年度影像手機大獎的就是 vivo X200 Ultra， 恭喜 vivo！ 所有的獎項都頒發完了，讓我們再回顧一下獲獎名單吧。整個2025年手機影像還是在整體的穩步提高的。有人說手機影像已經發展到頭了啊，其實你是真不懂啊。手機影像的發展只是剛刚開始。要知道，手機無論是從鏡頭還是從感光器跟現在的相機比，都是存在巨大差距的。這個並不是大小的問題啊，也不是半導體工藝的問題。譬如說，手機使用的感光器，它前面的濾光片還有透鏡層就跟相機使用的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現在大家都知道有1英寸5000萬像素的感光器，那麼未來1英寸8000萬像素以上的、1億像素以上的，甚至4億像素以上的，都會慢慢的從工業領域下放到民用領域，還有更大的感光器可以選擇。手機影像只要想發展，那方向真的是多了去了。
只不過雖然器材分好壞，但是攝影不論器材，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如果你真的關注攝影本身的話，請你不要過分的在意輸贏。希望你能和在視頻回復裡上傳照片的朋友一樣，去熱愛生活，能參與到攝影中來。這點才是我們 ZPH 這檔節目創立的主旨。整個2025年，我們在視頻回復中收到了大幾萬甚至10萬以上的照片投稿。在每期節目中呢，單期節目就會收到上千張的照片投稿啊。然後我們還會選出20來張照片放在下一期節目當中。縱觀這一整年，光我們選出來的照片就已經超過了上千張了。那如果把這些照片都放在本期節目之後呢，時間實在是太長了，所以我會单獨開一期節目。如果你真的喜歡攝影的話，希望你不要錯過這期照片纯享節目。再次感謝您的點讚和加關注，這是讓我們節目繼續更新下去的動力。也預祝能看到本期節目的朋友，以及您的家人，還有您的朋友們，在新的一年裡心想事成，萬事如意。我們 ZPH 也會在2026年繼續完善我們的節目，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我們下期節目再見。